看到题目，很多朋友心里都咯噔了一下。最近，移民局要在2026年进行大盘查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尤其临近1月1号，各种传言让人心慌。来之不易的绿卡会不会突然失效？这并非空穴来风，身边已有真人真事，有人入境时被带进小房间盘问细节，有人在机场被扣，甚至有人因陈年旧账面临身份危机，这些就发生在我们周围。今天在养怡时光，我严肃认真地跟大家聊聊这背后的门道，我会把复杂的政策掰开揉碎，用大白话讲清楚。这不仅是一张证件，更关系到一家人未来几十年的去留，是天大的事。无论你已持绿卡，正在申请，或仅有移民打算，今天的内容都请务必看完。接下来我将详细分析3类高风险人群，并提供提前应对的方法，这很可能就是帮你稳住身份的关键。在深入分析前，若觉得话题有用，请别吝啬给养怡时光点赞、订阅，也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你的每次支持都是我持续产出干货的最大动力。首先，咱们得来理清一个大背景，为什么大家都在传2026年？为什么都盯着明年1月1号这个日子？这里面其实藏着一套很深层的行政逻辑和政策周期。大家都明白，美国的移民政策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执政党的更替、国会风向的变化，像钟摆一样来回摇动。虽然官方文件里从来不会用清洗这么直白的字眼，但你看过去这1年的执法数据，再看看那些即将推行的行政指令，一种收紧的趋势已经再明显不过了。这个1月1号呢，往往是很多联邦机构新财年预算开始执行，或者新规章制度正式生效的起跑线，而2026年又刚好卡在下一届中期选举之前，是本届政府必须在移民议题上交出成绩单的关键时间点。在这个节骨眼上，移民局上上下下压力山大。他们一方面得清理掉堆积如山的陈年旧案，另一方面又得通过更严格的执法来回应社会上关于边境和安全问题的巨大呼声。这种压力一层层传下来，落到我们普通人身上，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审查变严了、变细了。以前可能打个马虎眼就过去的小问题，现在行不通了。这就好比一个筛子，以前网眼大，一些小沙子、小石子都能漏过去。现在网眼突然织密了，稍微大一点点的颗粒都会被卡住，过不去了。这就引出了咱们今天要说的第一类人，也是目前受影响最广、风险最高的一群人，长期住在海外，靠跑卡维持绿卡的朋友。我之所以把他们放在第一个讲，是因为这种情况在咱们移民圈里实在太普遍了。很多人虽然拿到了绿卡，但生意、工作、需要照顾的老人都在国内。于是不得不开启空中飞人模式，中美两地来回跑。以前大家普遍的做法是什么？差不多每半年来美国住上1个月，或者像蜻蜓点水一样，入境待个1、2周就走。很多人心里都抱着一个念头，只要我每半年回来一次，绿卡就保住了。陈俊宏今天必须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想法是个彻头彻尾的误区，而且是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误区。在移民官的操作手册里，压根就没有每半年回来一次就不能取消你身份这一条。他们真正核心考察的是你的定居意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到底有没有把美国当成你真正的永久的家。你反过来想一想，如果你1年里有11个月都在中国，只有不到1个月在美国，你在美国没有买房子，甚至没长期租房，你没有稳定的工作，报税记录很少或者没有，孩子也不在美国上学，连驾照都过期了。每次入境你就住在酒店或者朋友家，就像个游客一样。这种情况下，就算你精确的每5个月就飞回来一次，移民官在电脑系统里移掉你的记录，看到那密密麻麻的出境戳，他心里的问号立刻就冒出来了。这个人真的需要美国绿卡吗？他是不是只把绿卡当成一个可以无限次入境的超级旅游签证来用？一旦让移民官产生了这种怀疑，哪怕1月1号还没到，哪怕是今天，你在入境时都有可能被请到2次检查室去喝茶。特别是最近，我们看到了太多这样的案例，持卡人在机场被几位穿着制服的官员围着，被要求签署一份叫做 I-407的表格。这份表格是什么？
是自愿放弃永久居留权声明书，关键就在自愿这2个字上。很多朋友英文不太好，或者在那样的高压环境下，一紧张一害怕，看到穿制服的人让签字，以为签了就能快点进去，结果笔一落，绿卡当场就失效了。你是能入境，但你是以游客身份进来的，你的移民身份在那一刻彻底清零了。所以对于这些空中飞人来说，所谓的大盘查，并不是说移民局会派人到你家里收卡，而是在边境，在你经过长途飞行最疲惫、最想赶紧回家的时候，给你设下最后一道，也是最致命的一道关卡。如果你属于这种情况，千万别以为申请了回美证就万事大吉，拿了免死金牌。回美证只能证明你离开超过1年不算自动放弃，但它完全不能证明你有在美国长期居住的意图。如果你连续申请了2、3次回美证，每次理由都是有紧急个人事务要处理，结果一去就是1、2年，移民局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会审查你理由的逻辑，什么样的紧急事务能处理好几年还没完？你的生活重心究竟在哪里？说到这儿，如果你的情况正好被我说中了，或者你身边有亲戚朋友正在这么操作，真的得赶紧提醒他们，现在开始准备还来得及。怎么准备？绝不是简单买张机票飞回来这么简单，你要开始有意识的、系统的构建你在美国的生活痕迹。比如说，保留好你名下的水电燃气账单、银行的月结单、每年的报税记录。如果你有工作，保留工资单，积极参与本地的社区活动，哪怕去做义工，留下记录。甚至像 Costco 这种仓储超市的会员消费记录，都能成为证据。你要做的就是让移民官看到你的根是扎在美国的，你回国只是暂时的探亲或处理事务，而不是反过来。这种生活重心的证明是任何法律条文都无法替代的最扎实的事实。如果你觉得上面这部分内容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个赞。咱们接着往下说更重要的。这第2类面临高风险的人，后果往往也最严重，那就是曾经在申请移民过程中有过欺诈或者提供不实信息的朋友。这类人常常觉得绿卡我都已经拿到了，甚至都拿了好几年了，算是上岸了，安全了。但陈俊宏要告诉大家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在移民法的世界里，欺诈行为是没有追诉时效的。也就是说，哪怕你绿卡拿了10年，甚至你已经成功入籍成了美国公民，只要被发现当年申请时撒了谎，交了假材料，政府完全有权启动程序，先撤销你的公民身份，再吊销你的绿卡，最后把你地界出境。这就是常说的倒查或翻旧账。为什么说2026年左右这个风险会急剧升高呢？因为现在整个行政系统都在大力推进数字化和跨部门的数据共享。以前，你的婚姻状况、纳税记录、出入境历史可能分散在移民局、国税局、海关等不同部门的数据库里，要查起来费时费力。但现在不同了，各个系统正在被打通、联网。这就好比以前是人工在档案室里翻纸质文件，现在是用大数据进行自动交叉比对，效率和精准度是天壤之别。举个例子，最常见的就是通过结婚获得的绿卡。有些人当初为了证明婚姻真实性，提交了不少看起来很亲密的照片和信件，但现在只要系统一比对，发现你们2个人从来没有共同的水电账单地址，联名银行账户几年来几乎没有资金流动，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双方的个人状态都显示单身，或者从没互动过。这些电子足迹在现在的技术手段下根本藏不住。还有一种情况也很普遍，就是通过政治庇护拿到的身份。大家要明白，申请庇护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声明，核心理由通常是回到原籍国会面临迫害，有生命危险。但是有些人拿到绿卡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张机票回老家探亲，还开心的在朋友圈晒家乡美食，见老朋友，配文还是家乡亲切。这在移民执法者眼里简直是送上门的欺诈证据。你当年说回去会死，现在拿到身份就大摇大摆回去还晒图，
这直接把你当初申请的根基给推翻了。一旦被发现，这就不只是取消绿卡那么简单了，你可能会被盖上虚假陈述的烙印，这辈子都可能再也申请不到美国的任何签证，甚至连带影响你将来为亲属申请移民的资格。而且，不光是这些明显的矛盾，还有很多朋友容易忽略申请表上的小细节，比如表格里问你是否曾为某个特定组织成员，是否曾被逮捕过，哪怕是很久以前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如果你勾了否，但后来被查出来其实是，这就构成了实质性虚假陈述。现在移民局在审理入籍申请或者绿卡更新时，会非常仔细地核对你当年申请签证时填的 DS-160表格和后来申请绿卡入籍时填的表格。如果信息对不上，比如旅游签时说已婚，绿卡申请时说未婚，这种前后矛盾一旦被系统标记出来，立刻就会触发深度调查。所以，千万别有拿到卡就进了保险箱的想法。你的移民档案在数据库里，在云端服务器上永远存着一份。如果你的绿卡来历确实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或者当年帮你办手续的中介可能做了一些你不知道的手脚，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去找一个靠谱的、专业的移民律师，给你做一个全面的背景审查和风险评估，把自己的底摸清楚，看看有没有埋着雷。知己知彼，才能提前想好对策，不至于事到临头束手无策。讲完了前2类，咱们再来看的3类。这类人其实挺冤的，但也特别容易中招，那就是不小心触犯了公共负担红线，或者有过某些特定不良记录的绿卡持有者。我们要清楚，绿卡持有者虽然有永久居住权，但你毕竟还不是美国公民。你的行为必须符合所谓的良好道德标准，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法律红线。先说说不良记录，很多朋友觉得只有杀人放火这种重罪才算犯罪，其实在美国移民法里，很多我们看来不算大事的违法行为，门槛低得多，后果也严重得多。最典型的就是酒驾，一次普通的酒驾可能只是罚款、上学习班，你以为就过去了。但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屡犯，或者酒驾导致了人员受伤，或者车里当时有未成年人，这就很可能被升级定性为加重情节或涉及道德败坏的罪行。一旦被这样定性，你的绿卡就悬了。还有就是家庭纠纷引发的家庭暴力，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触碰的高压线。夫妻吵架，一旦动了手，邻居或旁人报了警，警察来了很可能就会把人带走。即便后来配偶心软了，不想追究，案子可能被撤销，但逮捕记录依然会留在那里。在移民法的逻辑里，有时候不需要法院的最终定罪，只要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你承认了相关事实，或者有理由相信你有暴力倾向，移民官就有权据此拒绝你的绿卡更新或公民入籍申请，甚至启动递解程序。如果你在入籍面试时，或者在边境被检查手机，被发现有大麻相关的照片、信息，或者你承认自己曾使用过，甚至你在这一行业工作，这些都直接违反了联邦法律。很多年轻人觉得这没什么，或者认为州里都合法了，结果因为这个原因，入籍被拒，甚至绿卡被吊销的案例，这2年可一点都不少见。再来谈谈公共负担这个问题。虽然相关的具体政策这几年有反复和调整，但这绝不意味着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去申请和使用那些需要经济审查的政府福利。如果你长期依赖政府的现金援助生活，或者你在担保亲属移民时，明明签了经济担保书，承诺不会让被担保人成为公共负担，结果被担保人一来就开始领取各种救济，那么政府是有权向你这位担保人追讨这些费用的。如果追讨不成，或者发现你在为家人申请福利时隐瞒了真实的收入和资产，这就构成了福利欺诈。福利欺诈属于道德败坏类的罪行，同样是绿卡的致命杀手。聊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心情都有些沉重了。确实，面对2026年可能到来的更严格审查环境，以及1月1号之后可能伴随新规而来的各种行政流程变化、费用上涨或表格更新带来的混乱期，我们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必须认真对待。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只能提心吊胆，坐以待毙？当然不是。
就像我一开始说的，现在开始准备，完全来得及。第一，对于空中飞人朋友，你必须从现在起重新审视和规划你的生活重心。如果条件允许，尽量增加在美国实际居住和停留的时间。如果确实因为家庭或生意原因无法长期居住，那你必须准备一套完整、合理、有证据支持的解释方案，证明你在海外的居留是暂时的、有不得已原因的，并且你与美国保持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同时，每一次入境都要做好被详细盘问的心理和材料准备。过海关前，检查一下手机、电脑。别存那些不想待在美国，这里真无聊之类的聊天记录或社交媒体状态，因为边境官员是有法律授权检查你电子设备内容的。第二，对于那些已经持有绿卡多年，并且符合入籍条件的朋友，陈俊宏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如果条件成熟，尽早考虑申请入籍成为公民。虽然入籍申请本身也是一次全面的背景审查，但只要你没有根本性的欺诈问题，成功入籍就是你彻底摆脱身份焦虑最一劳永逸的方法。成为公民后，你将不再受居住时间限制，出入境自由大大增加，也不再需要担心因为一些轻微的法律问题而被吊销身份。我知道很多朋友会舍不得原籍国的护照，觉得回国不方便，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权衡的现实问题。但如果你未来的人生重心已经确定在美国，或者为了孩子能更稳定的在这里接受教育，为了家庭资产能获得更安定的法律环境，那么公民身份这层终极保护伞的价值是远远超过签证便利性的。第三，对于那些正在申请过程中，或者绿卡刚刚到手不久的朋友，一定要从现在起就养成良好的文档管理和法律遵从习惯。每一次搬家，务必在10天之内通过移民局官网提交地址变更表格，这是法律明文规定，但太多人忽略了。如果移民局寄出的重要信件因为地址没更新而收不到，导致错过了截止日期，案件被直接拒绝，那真是后悔莫及。同时，妥善保管好你所有的税务文件、工资单、租房合约、保险单、银行账单，这些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的纸片，在关键时刻就是你居住意图、经济能力和良好记录的最有力铁证。最后，陈俊宏想跟大家聊几句心里话。移民这条路，对于我们每一个选择它的人，每一个家庭来说，都是一场充满挑战的漫长旅程。从最初申请签证，到拿到绿卡，再到可能规划入籍，每一步都布满了不确定性，都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所谓的2026年变局，或者1月1日新规，它更多的是一种基于政策周期和执法趋势的预判和警示。政策的风向永远在变，但它的核心逻辑其实一直没变。美国社会欢迎的是那些遵纪守法、愿意在这里扎根、能对社会创造价值，并且真心把这里当成家的人。只要我们自己行得正、做得端，对法律抱有足够的敬畏之心，对政策的变化保持必要的敏感度和关注，同时提前做好规划和准备，那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哪怕现在的风声听起来有些紧，哪怕网络上的各种消息让你感到焦虑和不安，请记住，恐慌和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有冷静的判断和积极的行动才能。从今天看完这期内容开始，去检查一下你所有证件的有效期，去整理一下你近年来的出入境记录，去找专业的律师做一次坦诚的咨询和评估。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都可能在未来某个关键时刻帮你规避掉一个巨大的风险，保住你辛苦奋斗换来的一切。这期内容如果让你对如何在新的形势下保护好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或者你觉得陈俊宏讲的在理，请一定订阅咱们的养逸时光频道，也把这期内容分享出去。我知道还有很多朋友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风险之中，你的一个转发，一次提醒，或许就能帮到他，挽救一个家庭多年的努力。如果你在身份维持、移民规划或者在美生活的具体问题上有什么困惑，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会尽我所能，在未来的内容里为大家解答。毕竟，在异国他乡打拼，我们华人朋友之间，不就是应该互相提醒、互相扶持、抱团取暖吗？未来的路，不管政策如何变化，咱们一起走，一起面对。无论是2026年，还是更远的将来，
陈俊宏在养怡时光都衷心祝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这里安居乐业，稳稳当当的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陈俊宏，咱们下期内容不见不散。